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道道全提醒您本期看点：意外组合的雀跃，时间带来的质变，想象力赋予的新意，都曾为美食带来过惊喜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道道全冠名播出的傲娇的香菜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创新是一条无穷之路，饮食的进化伴随着人类的发展，从未止步。意外组合的雀跃，时间带来的质变，想象力赋予的新意，都曾为美食带来过惊喜。有一个群体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改良香菜，力求拓展香菜边界，为缤纷的香菜世界寻找更丰富的味道。我们来制定一下品鉴会菜单。现在我们这是融合香菜嘛，大胆的创新，就用香菜的味型，用粤菜一些海鲜一些品种，再用一个西式的一个手法，能够提升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广东人做香菜。对，在创新的赛道上，主厨钟伟光带领团队走融合之路，8大菜系各有所长，各有滋味。想要呈现出1+1大于2的效果，并不容易。加油！咁我今晚忙完今晚早啲宵夜，飲啤酒，好嘛？好啊！今晚辛苦啊，辛苦啦，辛苦。有支持就好啦。係啦。钟伟光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，如今已在长沙生活了16年。粤菜厨师入乡，钟伟光正是用这16年时间完成了自我的蜕变。我来长沙3个月之后，我就慢慢去尝试吃，刚好那是冬天，吃完辣之后感觉就满头冒汗，我觉得越吃越舒服，所以就跟这个河南这个湘菜的辣椒是结下了缘分了。团队创新的融合香菜是否成功？钟伟光期待品鉴会上嘉宾的反馈。拥有大理石纹理的顶级雪花牛肉，放在以往，钟伟光只用最简单的手法留住本味，但是现在他毫不犹豫和香菜的味型结合，雪花牛肉切成均匀的厚片，搭配洋葱、小米辣入味，以实烹手法呈现这道菜的热情似火。可以上，可以上。因为我们第1道上了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个第2道的菜要把这个时间给连接上去，一旦那个菜出现空场了，这可能会影响到第2道菜，客人对这个菜的速度就会有一些很反感的一个问题。上汤，上汤，来上汤。快点，拿托盘来，先上鲍鱼。这个不能冷了，要趁热，保持温度，速度，上了鲍鱼那些跟着上了米饭啊。钟伟光观察着客人的用餐进度，他要把握好每道菜上桌的精准时间，
这感觉就像是学生等待考官的点评，紧张又期待。好，下一个准备啊！同样是臭，湖南湘潭的雪水臭豆腐和徽菜的臭鳜鱼都是由发酵产生的臭味。发酵的手法截然不同，但臭的各有千秋。这两种臭的搭配就可谓相得益彰。融合过程中既做加法也做减法。青椒在传统湘菜中的呈现大同小异，打成汁儿倒很少见。不入口就很难想象菜的风味，给人以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受，耐人寻味。这是我们的双臭，我肯定也知道他们会很惊喜的，他觉得这道菜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很跳动的性。与湖南的红卤不同，淮扬菜中的白卤是典型的咸鲜味，卤出的食物基本保持本色。卤水保持60度的恒温，鹅肉会更紧致有嚼劲儿。再将湖南衡阳的彩椒汁淋少许在鹅肉上，味蕾就能迅速从淮扬的白卤中敏锐察觉到湘菜的影子。臭豆腐与臭鳜鱼这个菜，是吧？印象比较深刻。它这个厚度它是综合性的，是吧？它是在口里面感觉到有回味的，都融合得很好。整体来说，在融合这一块，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。我个人感觉，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融合的基础上，保持湘菜的本味。所以我对湘菜我是绝对看好。钟伟光的创新是集众家之所长，取自我之道，把食材和各菜系的优势重新搭配组合，在融合中走出不被定义的湘菜之路。湖南人对于吃这件事的重视程度，激发着餐饮从业者创造更多的可能性，甚至连媒体人也跨界做起了餐饮。湖南广电旗下的圣爵菲斯大酒店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家酒店的八宝鸭是很多来录制节目的嘉宾都会打卡的一道菜。究其原因，除了味道抓人，宣传也十分到位。益达酒店员工每天都活力满满的招待客人，自创了一首八宝鸭之歌，趣味十足，深受顾客喜爱。先唱一个，大姐。那你要唱的话，那就真的说唱就唱了啊！看见大家特开心呀，八宝鸭是中药配方焖制而成呀，所以大家来一只呀，非常好吃呀。凡是来到餐厅的客人，只要是我点菜的，我必推八宝鸭。很多明星说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录节目的，我是为了吃八宝鸭才来录节目的，已经到了夸张到这个地步。从此，八宝鸭成为了酒店招牌，益达也成为了酒店的美食宣传官。有个礼物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果然有趣水果
美食节，大家下午好。定期举办美食节是这家酒店的常态，但食材和水果的结合却是头一回。因为这个主题，水果与美食碰撞出来不少灵感。八宝鸭作为招牌菜，也难逃和水果的命中一劫。但或许，强扭的瓜也能碰撞出别样的风味。这次八宝中最耀眼的就是这妖娆的紫葡萄。特别是收它的汁的时候啊，葡萄这个鲜甜味道出来了，跟这个鸭的味道很搭啊。鲜菜又鲜油啊，这里跟我们烟内港道道全的高油什么菜籽油，健康营养。好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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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油。在高油酸的护持下，鸭肉和八宝深度结合。经过2小时的小火慢炖，葡萄的甜香完全进入肉中。哇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！马乌飘香啊，马乌飘香，好香，非常好香。浓郁的汤汁挂满了软烂的肉丝，守护着我朝梦想前进。美院，等我！一档优质节目的背后，是无数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付出；一道美味菜品的背后，是厨师们别具匠心的追求。我们做餐饮啊，跟做节目的共同点就是去创新一些好的内容，让客人喜欢。他们是让观众喜欢，我们是让顾客喜欢。我们给涛妈加油！涛妈，西瓜甜不甜？用做电视的思维做湘菜，需要大胆创新，不自我设限，从而探索出湘菜的更多可能性。创新不在形式，好吃营养才是关键。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，油酸高达75%，油酸越高越营养，4重呵护，成就健康好美味。歡迎你吃開吧，邊個不同意吃開吧？有沒有什麼不可以嘅，冇問題嘅，請問方便知道一下您先生怎麼稱呼 ？Miss Emma，Thank you for coming to Canada。劉先生2大1小，小朋友3歲，準備 BB 蛋準備開始。好的，一直在说的是细节就是我们的底线。首先先看自己的仪容仪表，所有的领带中间有没有缝。我希望每天在开箱客人踏进这个房间的第一步之前。宋海洋在广州长大的东北人，米其林1星餐厅主理人。他目前这段时间80%的精力放在他新开的一家做湘菜的餐厅。他期待新店能成为一流的 fine dining 餐厅。就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呢？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中餐厅的一个影子，还是一个就是特别西式的一个 fine dining 的这么一个餐厅的情况。如果说要从这个平面来讲呢，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一样，它是四平八稳的，
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呢，骨架在这里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湘菜，那我们还是要抓住湘菜的点。客户进来之后，我要的就是2句话：第一，哇，好漂亮；第二就是哇，竟然一个湘菜做成这样。其实所有的产品，包括设计，我需要的就是说是，客人最终走进来之后会觉得说，哦，这间餐厅，我觉得非常的国际。这是它的一个本质。Fine dining 起源于法餐，在400年的时间里，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用餐礼仪。从典雅考究的环境、细致入微的服务、精致巧思的摆盘，追求卓越品质的食材，到整体菜单的布局，每一步都恰如其道。吃一餐 Fine dining 就是赴一场艺术美食盛宴，让人念念不忘。湘菜这个菜系其实由来已久，它也有自己的历史价值，但是它被大众太过于定义化了。大家觉得湘菜就是普罗大众应该是下饭的，应该是非常有锅气的，应该是非常接地气的。但实际上，一个伟大的菜系，它一定不只是只有这一面的，它一定是有多面性的。擂茶，湖南非常经典的一个风味，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饭后客人或者现代年轻人喜欢吃的一个甜品。擂茶和芝士，一个是偏居湖南西北部、具有浓厚乡土风味的小吃，一个是源于西亚，在欧美广泛运用的世界食材。在主厨的手里不断的搭配组合，100余次的尝试之后，终于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。放入烤箱，低温慢烤2小时，擂茶和芝士的味道全部融合，熟成。擂茶和芝士的结合，东西世界的双向奔赴，风土的记忆伴随着异域风情的奶香，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。黑茶、花生、芝麻、芝士的味道依次上阵，在软糯的口感里绵密又复合，奇妙感觉难以言述。香辣味型是湖南特别重要的味型，所以我们一直想把它给发展得更加的多元化一点，就不要被束缚于它只能是姜辣、鸡脚、猪脚，它能不能有可能会跟更国际的一些食材去接轨？这是一道做法考究的美食，新鲜食材入包，8个小时慢火熬煮，一份油润爽鲜、香味浓郁的爆汁打头阵。炸香老姜片和七星椒，将处理干净的鹅掌一起入锅，倒入浓汤调好味道，放到高压锅蒸煮18分钟，鹅掌变得软糯。接下来，主角斯里兰卡蟹闪亮出场。大厨手法利索，把大蟹8块，一块块进油锅快速炸煮，加入虾汤烧蟹，给蟹再添一层鲜味，加入爆汁和鹅掌以及老姜片和干辣椒增香，炒至收汁，姜辣与鲜香味在锅里水乳交融，达到最平衡的状态。一道姜辣鹅掌斯里兰卡蟹便隆重登场。吃到这个姜辣味型，我觉得很惊艳。会让整个口腔辣的一点的那个对鲜味的那个触碰都没有。我们除了吃到姜辣这种味型以外，还吃到这个斯里兰卡的鲜度，还有口腔满满的这种蟹肉的满足感，这是我最满意的2个地方。
很多人问我说，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东北人，为什么要去做湘菜，甚至有没有一些阻碍？对我来讲，反而我觉得我站在一个更客观、更外面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，我能去更客观的去分析这个问题。我没有从小吃到大湘菜的这么一个经历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束缚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非但没有障碍，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事。我觉得这个虾呀，刀工上，把这个壳这一面哈还要剪掉，让客人入口方便。然后既然已经做了姜辣这个风味，姜辣味就要真的敢做，把味道做足了，不要这种葱香。在这个菜里面要的是辣椒带来的焦香，而且你煎的表皮油脂都分离了，没有融为一体。这个葱啊，压油香味做底味，把它衬在上面。但是你刚才炒的呢是炒锅的锅气香味在上面，然后上缸。一位不沾锅勺的餐饮老板，他店里的厨师长们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他试菜，但凡有瑕疵，都逃不掉老板精准而严格的点评。一会儿我们接着再做一遍，把刚才说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清楚啊！湘菜馆在湖南省外最多的城市就是深圳，7000多家湘菜馆至少承包了在这个城市打拼的400万湖南人的胃。上缸想在深圳做一桌特别一点的湘菜。看看这套，烟火气特别足，这种照片拍的这种气息感。我经常跟我们厨师说啊，要找有传承的东西，在传承的基础上去做创新。所以说呢，我一直想了解发酵的一些秘密。20年时间里，收藏书籍成为上缸的日常生活，书于他而言是寻找方向的途径。苏日峰就到了，哇，这个是供的火神。我们餐饮行业啊，大家都供火神，然后我们每年带团队也都会到这里来。现在上缸要为这桌特别的菜的前菜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。这个腐乳就是下饭神器啊，是不是？来尝一尝，我个人特别喜欢。南粤，滑吧，丝滑啊。南粤的腐乳发酵的特别透彻，是什么原因？我们这个从时间的角度来说，一般的发酵啊，7天就差不多了。对。但是在我们山上的话，至少要12天。这样发酵出来，慢慢的浸泡的话，更入味。食无定味，适口者真。在湖南有一道开胃小菜非常受欢迎，腐乳。有的软糯，有的偏硬，有的带着臭味，有的辣味逼人。上缸经常出没在湖南各地，寻找理想中的美味。南粤后山的腐乳给上缸的前菜带来了灵感。我喜欢买书嘛，其中有一本就是关于乳酪的一本书。一个法国就有那么丰富的各种乳酪，看多了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只是东西方不同的，但是它起到作用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我就在想，可不可以用奶酪做腐乳呢？把奶酪切成块状，放到木板上，在合适的温度中自然发酵，约1周之后长霉熟成。切成腐乳大小，一块块入高度白酒消毒杀菌。奶酪块和辣椒粉的初次相遇，便穿上了湘菜的外衣，再入坛冷油密封，再次发酵酝酿风味。你看到的是腐乳的样子，一口下去，先是腐乳的香辣软糯，饱满而舒适。下口不久，味蕾里又涌现出一种新鲜的奶酪香味儿，让人颇感意外。
丝滑腐乳是前菜的小惊喜，选用什么样的主菜，则需要更加用心。如果说衡山腐乳是苦苦寻觅而来，那么有一道美味，竟偶然发现于朋友的家宴之上。尝试下我们家里的啊。刚才我在客厅里就闻到香味了，阿姨在厨房做，我就特别香。你看这个颜色，怎么样？我是已经搞得都快来了。好。不一般。我们原来做红烧肉都会放五香粉啊，或者各种，只放白酒。有时候还放点什么香叶啊。都不要，就是这。都不要。不要，就八角就够了。在上纲的观念里，湘菜的一大特征便是要风味突出。朋友妈妈做的这碗不按经典调味理论出牌的红烧肉，八角带有愉悦感的甘甜与肉香的浓厚相得益彰，记忆点十足，正中上纲下怀。有的时候在书里经常看到五味调和，但五味调和呢，到底对不对？教一个80分以下的学生，其实五味调和可能是对的。但是，如何教出一个80分以上的学生呢？其实还是要风格特征明显。再来，多吃点是吧？五花肉洗净，焯水切块，起锅烧热，放入锅中煎至6面焦黄。这个时候就到了关键步骤，放入八角。八角浓郁的香味中和红烧肉的肥腻，让这口肉风味突出，口感独特。其实我们吃一桌菜呢，并不是每一个菜好吃，而是整桌席面吃下来之后，我们获得的幸福感。这个黄花菜呢，是我们湖南桃江产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用红姜的腊八豆，再用常德的风吹肉，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吃到阳光的味道，风的味道，和放在坛子里储存之后发酵的那种时间的味道。在吃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鲜味是高于香味。红辣椒啊，能让海参保温，一热抵3鲜。用原油化原腻，它的回甜，它的清香，把我们刚才的腻味全部解掉。如果你做人连理想都没有，这不就像一条咸鱼吗？我们也是想生一条特别好吃的咸鱼。你喜爱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，看到的颜色，看到别人的装修，看到别人的任何一个器型，其实可能都跟我们餐饮有关系。相信希望，相信太阳会照常升起，相信一切属于美好的事物。我相信湘菜就是一颗希望的种子。环视当下，湘菜的故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书写之道。在竞争激烈的赛道里，我们相信湘人会在美食江湖里创造出更多美味。因为不甘落后、不愿服输的个性和脾气，与湘菜如此般配，越竞争越创新。湘江中的橘子洲酷似一艘大船，曾经有前辈从这里出发走向外界。今天，新一代的湘人也将以此为精神母体，驶往余味无穷的远方。